高中2年级的夏天，在别人还在伏案苦读的时候，小豆正准备和小寻开始他们的初体验，但关键时刻，小寻却突然变卦，果然还是不行嘛，感觉很恶心呢。比起当时小寻变卦时的表情，留在小豆脑子里的全是对方那雪白的肉体。等暑假结束后，小寻便转校离开了他，直到毕业后，二人也没有再见过一面。不过小豆却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以铝线为骨，以粘土为肉，捏出那个记忆里的独属于他的小寻。这时打工的闹钟响了起来，在转身寻找钥匙钱包的过程中，玩偶不小心掉进了小豆的帽子里。向他的小寻道别后，便来到了他打工的超市，在更衣室里碰到了他的同事叶行小姐。二人打过招呼后便换起了衣服，因为都是女孩，叶行也没有太过遮掩，可身为女 T 的小豆眼都看直了。突然叶行注意到了小豆的目光，害怕自己直勾勾盯着对方看会被讨厌的小豆，眼神空洞不知所措。好在对方并没有往那方面想，只以为是自己的小衣服太可爱的原因。等换好衣服后，二人便开始了今天的工作。对方是一个性格开朗、表里如一，好像从来没有烦心事的女孩。在和对方的谈话里，得知对方还有一个喜欢做玩偶的姐姐。就这样到了晚上，二人本打算去更衣室休息时，突然里面传来了一阵尖叫，原来是有人发现了那个被小豆不小心带来的小寻手办。听着大家述说着这个玩偶的主人真是个大变态，角落里的小豆早已被吓得面容失色。之后他们便将手办放到了失物招领处便离开了。等回到家后的小豆又开始着手捏起了新的玩偶，可再怎么说那也是自己的小寻啊。于是到了第二天，因为没有自己的排班，小豆便着装来到了超市，准备将玩偶拿回去。等溜进去后，见四下无人，正准备将自己的手办拿回来时，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说话声，来人正是叶行小姐。好在小豆及时躲进了旁边的柜子里，可在他透过门缝想查看外面的情况时，竟看到对方正对着自己的小寻玩偶进行着扣行为，甚至他还想舔上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豆还是没能忍住跳出来叫停了对方，大声喊道：小寻他是我的。看到突然出现的小豆，叶行被吓了一跳，脸红的泡泡茶壶，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二人就这样四目相对。这时叶行率先开出口：我会被开除吗？毕竟有我这么变态的人在身边，会感到害怕的吧。原来对方从小就对人类提不起兴趣，只有对着美少女手办才能提起欲望。见对方向自己坦诚相待，小豆也将玩偶是他亲手捏出来的事情告诉了对方。很恶心对吧？闻听此言，叶行将玩偶还给了小豆。也就在此时，二人对上了波长，两个变态产生了共鸣。对方不正是自己的知音吗？同样是对着手办产生了别样的情感。等到了第二天，叶行将小豆约到了咖啡厅，并将自己全部的积蓄交给了小豆，而他想让小豆帮他做一件事，那就是请用这些积蓄将他也做成那种好康的手办。女孩怎么也没想到，在发现自己同事对着她捏的玩偶起了欲望后，对方竟然拿着自己全部的积蓄，想让小豆将他也做成那种好康的玩偶。闻听此言，小豆当即就拒绝了，毕竟他做的不仅仅是玩偶而已，那可是曾经差点就和他哦的小寻样子的玩偶，他只会做他心爱之人的玩偶，并让叶行另请高明吧。可对方却始终想要对方捏的玩偶，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小豆的玩偶能让他起反应。可听到这句话的小豆忍不住的干呕，想到对方之前对自己玩偶做的那种龌龊事，就觉得恶心。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二人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学校后，叶行也是一脸的无精打采，惹得旁边的朋友不禁询问是有什么烦心事吗？见状，叶行也只是说是关于打工的一些事。提到打工，旁边的朋友就说出了最近和一起打工的同事开了一局的事情。没听出什么意思的叶行还询问对方是哪个学校的，在知道是那种行为后，脸红的泡泡茶壶。朋友们还起哄地说想不想知道的更详细一些。见叶行如此害羞，红忙为对方解围。叶行他很不擅长这种话题呢，可傲娇的叶行连忙说自己没问题的，对那种话题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未知形象。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叶行并非不懂，他只是对人类没有兴趣，只有对着美少女玩偶才会提起欲望。如果这件事让红知道的话，对方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变态的吧。之后叶行说出了自己在打工的地方有了在意的人，自己想和他成为朋友。闻听此言，刚还笑嘻嘻的红愣住了，双眼无神地询问对方是为什么。见状，叶行当然不能将玩偶的事情说出来，只能谎称他们的年龄相仿来糊弄过去。
可红却一直在翻看手机。面对叶行的询问，也只是让对方以后和他多讲一些关于小豆的事情。没错，红对叶行有着别样的情感。等到放学回到家后，叶行便着手画起了他想象中玩偶的样子，想着拿给小豆看，激起对方创作的欲望，但连着画了好几张也不满意。回忆起小豆当时说的话，他只会做他喜欢的人。难道说自己当时会对小豆的玩偶起反应，是因为感受到了小豆对玩偶倾注的爱意吗？回忆起儿时自己收到的第一个玩偶，在给对方换衣服的时候，他觉醒了。没错，他起反应了，对着一个玩偶。从那以后，叶行总是对着玩偶说着一些污秽的话，并且每天晚上都要疯狂舔舐玩偶才能入睡。为了女儿的身心安全，父母将她的玩偶全都丢掉了。在这段痛苦的回忆下，叶行终于画出了他心目中的玩偶。就在此时，叶行的姐姐突然走了进来，好在她反应迅速，将画藏进了抽屉里。再看姐姐这一边，眼前这个熟悉的女孩，不正是那个差点就和小豆开一局的小寻吗？她正是那个让叶行起反应的小豆捏的玩偶的原型啊！她和叶行是1年前父母再婚成为的姐妹，可小寻很反感母亲和继父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是受性欲去世的产物罢了，真是令人恶心。见气氛有些尴尬，叶行连忙将小寻自己做的玩偶递给了对方。拿到玩偶的小寻心情瞬间舒畅了许多，而这个玩偶的名字居然也叫做小豆。等到了第二天，叶行便将自己画的玩偶交给了小豆，大声说道：“真羡慕小豆小姐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我想让小豆小姐帮我把它做出来。”闻听此言，小豆明白了，对方和自己一样，一直是孤身一人，没人能理解他们对玩偶那种独特的情感，于是便答应先看一下对方设计的玩偶，之后再做打算。可将那本设计稿带回家后，打开一看，就有些后悔了，里面全是一些不能过审的东西啊，简直是辣眼睛。高中2年级的夏天，小豆和小寻的初体验以小寻反悔结束了，在那之后2人便再也没见过一面。可小豆早已深深爱上了对方，便用粘土每天捏出一个小寻的果体玩偶。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和自己一起打工的同事居然是一个只能对美少女手办起欲望的变态，并且对方在得知那个他在超市型龌龊式的玩偶是小豆捏的后，想让对方为他也捏出一个好看的手办。可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让他起反应的玩偶的原型正是他的一姐，那个差点就和小豆OO的小寻。看待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身边人无法理解他们对玩偶的那份独特的情感的情况下，小豆便答应了为对方制作玩偶。可等回到家，打开对方递给自己的那本玩偶的设计稿后，就后悔了。对方完全就是为了发泄性欲才画出来的这个手办啊！庆幸自己把小寻救了回来。于是到了第2天，在对方询问多久能将他的玩偶捏出来时，便以提不起兴趣为理由，想着糊弄过去。哪成想对方以为是自己设计的玩偶不够色，又提出了更多辣眼睛的设定。不过看到小豆为难的表情，叶行便也没再说什么了。回到学校后，叶行还在想着小豆，看出对方是在想小豆的红，关心道：“又在想打工地方的那个人吗？”之后2人便谈论起了那个人。叶行说自己是第一次在红身上感到和别人相处是一件多么放松的事情。听到这些话，让红产生了一股错觉，他是不是喜欢我啊？开口说道：“我也觉得叶行是最重要的。”可他错了，因为叶行现在满脑子都是小豆，以至于在红想要邀请叶行一起去玩的时候，叶行直接说自己现在要去打工的地方，并还杀人诛心地表示多亏了红，他想到了一个很棒的接近小豆的主意。等叶行走后，红的表情变得阴暗起来，手指疯狂点击着手机屏幕。红对叶行有着近乎变态般的喜欢，每天都会在网上发布他YY对方的变态小说。画面来到小豆这边，叶行买了一大堆粘土，并强硬地邀请对方下班后去卡拉 OK 见面。架不住对方太过强势，小豆还是来到了卡拉 OK。2人先是愉快地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叶行便开始步入正题，询问对方为什么不愿意给他做玩偶。闻听此言，小豆回答说是因为这样是对小寻的不真行为，再加上没看过叶行的果体，没有相应的素材无法完成，既然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嘛。叶行听罢，直接扑向对方，要让对方把他全身摸个遍，并且2个都是女孩子的话，也不会发生那种事情的吧。看到这句话，直接给我整笑了。本想拒绝的小豆，在真切地感受到对方那年轻的身体过后，当即就沦陷了。回想起自己和小寻的初体验，好像也是这个年龄，于是，在量过尺寸过后，捏出了一个大腿的模型。哪知道只是一个简单的腿部模型，就足以让叶行颅内高潮脸红的泡泡茶壶。
以至于在和对方分别时，将模型拿回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后，疯狂舔舐，开始了自我奖励。这种感觉真是嗨到不行。小豆摸着叶行的大腿，可心里却是在想着别的女人。叶行是个变态，他只能对着美少女手办才能提起欲望。为了让小豆给他捏出一个独属于他的玩偶，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让对方将他全身摸个遍，为对方提供制作玩偶的素材。小豆本想拒绝，可在和对方身体接触的一瞬间，让他想起了高中2年级时差点和他欧欧的小寻，这种触感就和当时国体的小寻别无二样，彻底沦陷了，便答应了帮助对方制作玩偶，但更多的是想捏出更接近于当时差点和自己欧欧的小寻的身体。但小豆低估了对方的变态程度，仅仅只是完成了一个腿部模型，就足以让对方颅内高潮。将模型用保鲜膜包裹过后，疯狂舔舐，开始了自我奖励。等到完事后，叶行却又想起了小豆，期待和对方的下次见面。虽然他只会对着玩偶才能提起欲望，但在长时间的相处下，他对小豆早已暗生情愫。但这时叶行的一姐不凑巧地敲响了房门，而一姐的身份也不简单，她正是那个差点就和小豆欧欧的小寻。对方是来找叶行要保鲜膜的。小寻买了蛋糕，邀请对方下楼一起吃。在下楼的时候，叶行激动地将自己和小豆成为朋友的事情告诉了姐姐，小寻也为对方感到高兴。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对方竟是自己的情敌。等到了第2天的上班时间，小豆询问叶行，下次搜集他身体的素材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见状，叶行也很激动，二人便相约明天下午到卡拉 OK， 并且叶行还保证一定会让小豆摸个够的。等到下班，叶行便回到了学校，面对红邀请他出去玩的请求，直接就给拒绝了，并表明自己要去陪别人去了。见状，旁边的朋友们还打趣地说，叶行已经不需要红了呢。而这种行为直接被红认作不真行为，他对叶行有着变态般的喜欢。虽然叶行只把他当作是朋友，但他却整天歪歪对方喜欢自己。等到了第2天的约定时间，叶行便和小豆来到卡拉 OK， 期间二人做了很多的腿部模型，但总是不尽人意，以至于小豆已经没有耐心想要回去了。可叶行却有些不甘心，既然这样，那就试着做其他部位的模型吧，直接扑了上去，坐在了小豆的身上。小豆也很识趣地开始收集起了素材，动作如此亲密，本应发生点什么，但深情的小豆始终不为所动，毕竟对方不是小寻。一想到这一点，就让他内心毫无波澜。在搜集过素材之后，小豆很快便捏出了相对应的模型，仅仅只是一眼就深深捕获了叶行的芳心，让他忍不住想要舔上去。好在小豆反应及时，将模型收了回去。小豆捏的这个模型让叶行想起了他的初恋，他的第一个玩偶。感谢小豆，让他又能和那孩子见面。闻听此言，小豆也很开心。毕竟这次搜集到了对方的臀部素材，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捏出更加还原的小寻的国体模型了。小豆是一个性格孤僻、喜欢动漫的阴暗死宅，正因如此，他便被班里的其他人给孤立了，要求小豆帮他们打扫花坛，嘲讽对方不过是一个只会看动漫的废物而已。被欺负惯的小豆答应了他们，因为太过懦弱，只能在没人的花坛边疯狂吐槽，看动漫这种事很重要的好吗？比那些情情爱爱的都要有趣100倍啊！而这些话恰巧被旁边路过的小寻听见了，看到小豆那陌生的长相，猜出了对方是被别人强塞了工作。不过比起这些，他更想和小豆聊一些关于动漫的事情。二人就这样侃侃而谈了起来，这让小豆久违的感到开心。小寻也成了小豆唯一的朋友。也在那时，小豆爱上了对方。本以为伤心时光将烟消云散，但直到那一天的到来，要做色色的事情吗？小寻眼神绝望地询问小豆，原来小寻的爸爸出轨了，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床上，而这一幕却被小寻看了个清楚。他之所以会找到小豆，邀请他做这种事情，是想让小豆来拯救他，可仿佛是上天在玩弄他。小豆双眼死死盯着小寻的身体，扑到了他的身上，说着自己要做。这一回答也将小寻的心彻底杀死了。小豆是他唯一的希望，但对方却也是那种会被性欲控制大脑那种令人作呕的人，便拒绝了和对方发生关系。等到暑假后，小寻便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城市。直到几年后，母亲的再婚无奈让他重新回到了这里，在街上又遇见了那个让他伤心的小豆，对方还是没变，依旧是一个阴暗社恐的死宅，面对推销员那喋喋不休的推销时非常无助。见状，小寻便走了过去为他解围，向对方打起了招呼。
邀请对方和自己聊会天吧。而6年的时间，看似没变的小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被小寻拒绝过后，他便养成了一个习惯，用粘土捏出小寻当时的果体。正因如此，多年之后再次见面，看到对方的身体，直接就让小豆流起了鼻血。见状，小寻连忙为对方擦拭鼻血，可小豆却有些心不在焉的，双眼死死盯着对方粘着血的右手，心脏剧烈跳动。看到这种表情，就让小寻觉得恶心，告诉了对方当时自己一声不吭就离开他的原因。那天小寻考虑过了，小豆对他不是爱也不是恋，只是单纯的性欲罢了。唏嘘地说到，那一天小豆根本就没有注意自己脸上露出的什么表情吧，毕竟当时一直盯着自己的肉体看。之后小寻便回家了，可小豆却变得有些癫狂。回到家后，将自己捏的小寻玩偶全都毁了。自己是被讨厌了吗？可又突然想到了对方那粘着自己血的右手，又开始捏起了小寻玩偶。自己可是小寻的东西啊，自己可以不是人，但不能失去小寻。我最喜欢小寻了，我的小寻。而另一边回到家的小寻也不好受，他终究还是忘不掉和对方的感情，就连他的玩偶也起了小豆这个名字。那一天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对方将他温柔地搂进怀里而已，可对方却将他扑倒欲想行龌龊事，为什么要背叛我呢？夜行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喜欢上的女孩居然一直喜欢着他的姐姐，并且姐姐好像也重新爱上了女孩。这天夜行一如往常的来到了工作的超市，碰见小豆时，激动地邀请对方今天下班后继续去卡拉 OK 搜集夜行的身体素材，完成没做完的夜行手办。而小豆却罕见的直接就答应了对方。见状，夜行也没多想，只以为是对方终于和他一样，对于做手办这种事乐在其中。等来到了卡拉 OK， 二人也不废话，直接就步入正题，开始搜集起了素材。可在听到夜行说要来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时，小豆的身体顿时僵硬了起来，开始产生幻觉，面前的夜行竟变成了他的初恋小寻，那个差点就和他开始扣空间的女人。对方嘲讽小豆根本就只是喜欢他的肉体而已，小豆连忙否认不是这样的。可这一幕着实吓了夜行一跳，询问对方是怎么了，而小豆也将伸向对方胸部的手收了回来，告诉对方自己以后不想再做手办了，将不久前和小寻见面。对方说小豆对他不是爱也不是恋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都是因为我在做这种不健康的玩偶，害得我根本就没办法否认他，这样下去一定会一直被讨厌的，所以我要将那些玩偶全都丢掉。而这些话却勾起了夜行内心的伤疤，他一直在隐藏着自己对手办的那种独特的情感，他觉得对方就是太自私了。对喜欢的人产生奇怪的想法不会很常见的吗？小豆小姐的色色感情也是属于小豆小姐的啊，别人没有资格对其评头论足，别人总是喜欢干涉他人的事情，但请不要放弃。夜行经历过将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东西藏起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所以他不想让小豆也经历这种事情，他想让小豆继续制作玩偶，就他们两个，将小豆小姐心目中那个能容纳她全部欲望的理想女友做出来。所以来吧，小豆小姐，将我的身体想成她的身体，开始触摸我不管哪里。而这种触感让小豆想起了那天小寻邀请她做那种适时的身体，激动地将夜行搂进了怀里，大声喊出了小寻的名字。可听到名字的夜行当场就懵了，小寻，那不是我的姐姐吗？等回到家后，便死死盯着自己的姐姐，想着或许只是重名而已，毕竟自己那和蔼可亲的姐姐怎么会说出那种刺痛人心的话。但保险起见，还是向姐姐要来了她的毕业相册，里面还是出现了小时候的小豆，真是可爱呢。不过一想到姐姐可能是对方的初恋，就又担心了起来，试探性的询问姐姐国中时有没有和谁交往。闻听此言，小寻变得有些恍惚，毕竟他还是忘不掉他和小豆的感情。随后便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已经忘记了。话是这么说，但夜行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必须向小豆隐瞒自己和小寻的关系。如果让他知道的话，自己就没有机会了。但他想错了，经过刚才卡拉 OK 的那件事后，小豆对夜行也产生了爱意，以至于在第二天上班时碰见夜行时，竟主动打起了招呼，并邀请对方今天下班后继续去搜集素材。夜行也欣然答应了对方，毕竟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成为小豆的女朋友。虽然现在做这些事的基础是对方将她当做了他的姐姐，但那又怎样？毕竟只有这样，他们彼此才能相拥啊。女孩近乎变态般的喜欢着自己的同学，明明对方不喜欢她，可她却不这么认为，只以为对方是在欲擒故纵。
所以他每天都歪歪同学深深爱上了自己，并将自己歪歪的下头故事写成小说发布在了网上。再看到别人在小说下面的不好评论，红都会将其拉黑。若是有能力的话，红更想将评论的人给杀掉。消失的爹，酗酒的妈，每次回家都要照顾醉倒在地的母亲，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让红逐渐变态了起来，对自己的同班好闺蜜产生了一种别样的依恋。每天幻想夜行是一个对他欲求不满，总是想和他开始扣空间的变态，并将这些写成小说发布到了网上。可在夜行看来，对方只是一个无话不谈的好闺蜜而已。但这天夜行居然邀请红去他的房间，难道说对方终于按耐不住要和他成长了吗？在得知自己还是第一个被他邀请到房间后，变得更加激动了。但他开心得太早了，对方接下来的话直接给他当头一棒。夜行说他现在和打工地方的一个女孩关系越来越好了，而他那害羞的表情无疑是对红的内心狠狠来了一拳。显而易见，夜行喜欢对方，而接下来的话更是给他整无语了。夜行喜欢的那个女孩竟还是他姐姐的初恋，而现在二人好像有着复合的迹象，这也是夜行把红叫到自己房间的原因，想让他帮忙出主意。可红在听到这些话后不断指责对方，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这不是在阻碍姐姐的幸福吗？红觉得夜行应该为姐姐能和初恋再会感到开心。话说这么多都是为了能让夜行放弃对方，这样自己就能上位了。可看着对方那不甘的表情，红的心里也有了答案。果然到了晚上，夜行来到了打工的地方，找到了小豆。可在谈话的过程中，得知了自己的姐姐给小豆发了条信息，想邀请小豆见面。害怕对方被夺走的夜行脱口而出，不见面的话不也挺好的吗？但夜行并不喜欢替别人做决定，让小豆自己选择。不过身体还是努力地讨好对方，但这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小豆直接将夜行看成了自己的初恋，态度和对待夜行时简直天差地别。